大家好，我是金鹿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武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我们两个都理发了。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在美国生活的副产品，那些被逼迫出来的动手能力。现在是文武在给我理发。是的，那个给金鹿理发还是比较简单的，通常我就是给金鹿理个平头，头顶上呢稍微长一点，两边呢比较短一点，所以基本上可能5到10分钟就搞定了，非常容易。就用一个标准的卡尺。对呀，我们还特地买了一种 Costco 特有的一种剪发套装，里边有剪头啊、剪刀啊、推子啊、梳子啊等等，还挺划算的一个简单的套餐。我们已经用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，非常划算。对，有好几年了，应该是我们记得是搬过来2013年，差不多就开始自己理发了。对，而且一个套装还挺便宜的，20-30块钱。对，我记得我们中间好像换过一套，所以差不多一套就能用个5-6年。对啊，那多便宜啊，是吧？对，那我们之前为什么想自己给自己理发呢？那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省钱。那你看我们俩要是一直都在外面去理，那一年花个几百块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现在的话，一年轻轻松松我们就省了几百块钱，这是一方面。当然还有一些附带的好处，比方说那我们就不用开车出去找理发店，然后还有每次跟理发师沟通说我们要剪成啥样，这样也省去了一些时间上的成本和沟通成本，使得我们俩这个宅男更减少了一些社恐方面的一些要求。我们好多年，应该这10年都没有去外面理过发了。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，刚刚搬到美国的时候，13年、14年，我记得那时候最便宜的，差不多每一次有8到10块钱左右，8到10块钱，8到10块钱的那种是那种特别快速的理发，基本都是卡尺类型的。对。然后如果你要是范一，只要有一个理发师，基本就要10几块钱，然后你再加上小费，可能就要小20块钱。那还是10年前的价格。对，现在是多少钱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了。不光是理发这件事情，我们搬到美国以后，我们做了很多自力更生的事情。对呀，最重要的还是为了省钱，钱就一个字啊。我觉得这些事情基本都是被逼出来的，因为美国的人工真的是太贵了。另外一个我们自力更生的事情就是做饭。我们做饭基本这个10年基本都是在家自己来做饭了，对，很少到外面饭店吃饭。对呀，因为在外面饭店吃饭真是太贵了，也不一定完全每次都符合我们的口味，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很少到外面去吃。偶尔会有朋友让我推荐说，圣地亚哥或者说你们家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中餐馆啊，我会告诉他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饭，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中餐馆。对呀，所以这10年我们基本都是在家里面自己做饭。那你觉得我做的饭怎么样啊？我觉得金鹿做的饭还挺好吃的。金鹿有一个很好的优点，就是他会听进你的建议，你说啊这个应该怎么做符合我的口味，然后他下一次就会照那么做。所以久而久之，金鹿做的饭菜绝大部分我都挺喜欢吃的。我是非常考虑他的口味。我从东北来，我老家在东北，那我吃饭呢，从前基本就不吃辣的，但是他是因为湖南人喜欢吃辣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做饭差不多每次都会放一点点辣椒。那接下来呢，轮到了我给文武理发。给文武理发呢，就相对的复杂一些。是的，我有时候会要求一些稍微特殊一点点的发型，比方说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就是中间稍微长一点，然后两边比较短，甚至有时候非常短的这种发型。然后这种发型呢，通常还需要它往一边去梳，然后所以说左右两边还需要不一样。比如说左边要非常短，然后它向右梳。我还特意的到 YouTube 上找了视频，然后怎么去理这样的头发。
然后学习一下，因为你需要用那个推子，还需要用剪刀，非常小心的才能把这个样式理出来。是，回头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前一阵子把头发理得太短了，估计得要等2个月才能够剪那种发型。对，这2个月因为是暑假嘛，徐老师也不需要出门见人。是的，然后也比较凉快，也打理起来比较好打理，所以最近2次呢都剪一个非常短的发型，和我的类似。那具体来讲，我们家都有哪些事情是自己动手的呢？我觉得有好几个大的方面，一个就是这个房子的维修这一方面，有时候会用到比较多的钱，也是经常这换一下那换一下，所以如果你每次都请人的话，那这个花费就不小了。所以很多时候自己能修的就自己修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草坪。草坪这个东西当然也可以去 hire 一些 professional 来做，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挺贵，一年可能要1000到2000块钱，我们有时候觉得挺不划算的，所以呢也是辛苦经路，每过一段时间就去修剪一下我们家的草坪。还有就是一些花园的各种收拾啊，比方说拔野草啊，剪栅栏树枝啊，这些东西呢你每次要去 hire 那个 professional 其实就会要花很多很多钱，积累起来每年都可能会达到好几千，那这种花费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省下来的。然后关于草坪的维护呢，关于院子的这些花园的维护呢，我觉得给自己能打个60-70分吧，基本及格。特别是前面的院子，我觉得可以打到70分、80分。是前面的院子还比较花更多的时间，比如说草坪真的要定期去修剪，还有一些树木啊，真的要去定期的去维护。但是后院呢，我就给自己打个60分吧。后院的话就显得乱一点，有的时候杂草啊来不及割，来不及去拔，所以后院就显得乱一些。是的，其实刚才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游泳池的维护，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啊，也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。要是你请那个 professional 来做的话，也是每年的开支可能都最少几百块，甚至3000块都有可能。对，泳池维护呢，最开始我们搬到这边来的话，就花了一些时间去调研，包括泳池维护都包括哪些方面呢？因为你这个水质需要检测，检测完了之后，你需要往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药水，最主要的就是维持它的这个酸碱平衡 pH 值，然后你需要维护，需要泳池里面持续的去保有这个氯的含量，因为这个是用来消毒的，如果不能持续的消毒，泳池里面就会长一些绿藻，就很难清理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我基本就是每个星期会检测一下水质，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往里面加一点盐酸。我基本就是把这个泳池维护也最小化了，把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做了。当然泳池还需要定期的去清理啊、清洗啊，有的时候就偷懒了，可能很偶尔，或者说我们夏天来了需要游泳啦，才把这泳池清理一下。是的。现在轮到我们给燕燕理发了，燕燕也是这3年都是我们给她理发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给她理发的情形吗？记得呀，第一次理发可老实了，就趴在那一动不动的，让我们从头至尾乖乖的把头发剪完了。那个时候还不到1岁，应该也就半岁左右的样子。结果等他到了1岁多以后，我们再给他剪，哎呦，就是各种抗拒。他主要是害怕那个推子发出嗡嗡嗡的声音，然后可能那个头皮也比较敏感，所以他就特别害怕。在他1、2岁的时候给他理发，那简直就是痛苦的不得了啊！那你得抓着他，然后得想办法用比方说动画片来吸引他的注意力，然后不停的安抚他等等啊，那一段时间真是不堪回首啊。但是这一次理发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。对，最近一次理发是因为他现在3岁了，可以一定程度上用语言去进行沟通，或者说用语言去沟通贿赂的方式了，他也理解你用什么东西去贿赂他。比方说我们这一次我们就说 OK， 你这一次安安静静的跟我们把这个头发理完了，我们就给你冰淇淋吃。他这种
information 这种信息他能够 get 到了，然后他就能够愿意去经受这个剪发的这种不适，来获得吃冰激凌的好处。对，这次当然也冰淇淋诱惑的同时，也是使用了一些 distracting 的方法，比如说也是还要给他手机上看动画片啊，对，然后不停的去安抚他呀，说啊马上就理好了呀，不停的安抚他才好。对，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现在变得比以前更好处理了。对，那还有什么其他方面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？那就是打扫房间呐。那我们在有小孩之前，房间一直都还是挺干净的，所以我们可能1-2个月才打扫一次。但是自从有了小孩以后，家里面很容易特别脏，所以我们就得要更经常的打扫了，可能1-2个星期就得要打扫，或者甚至1个星期就得要打扫。然后我们最近居然还请了一个 professional 到家里面来 deep cleaning 了一下整个 house 的卫生情况，所以这几天我们家的 house 非常的干净。对，我们请了一个小团队，3个人从下午3点钟干到了晚上10点，3个人7个小时把我们家的 house 里里外外的清理了一遍。是的。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家的地毯，因为燕燕她有的时候就端着吃的去地毯上吃了呀，然后就把吃的弄得到处都是，所以这个地毯也需要清理。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清洗地毯的一个机器，我们偶尔要用一下。是的，还挺好用的。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事情，比如说小孩大了，他可能要到处跑啊，我们就给楼梯安装了一个保护的门，就我们可以打开，但是小孩不能打开，这样就要防止他从楼梯上面摔下来。还有最开始我们搬家到这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家具都是从宜家自己买来自己运回来，然后自己组装的。是的，那也省了不少钱呢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您还没有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欢迎关注。后续我们会持续分享我们的日常。近期我们会推出我们的爱情故事第3集，我们的出柜故事，关于代孕的问答，以及更多的育儿点滴。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拜拜。